大家好，我是大王，我是小王。鹤岗这座城市啊，这几年就是不断的出圈哈，就不断的有人就晒出来在鹤岗几万块钱买套房子哈。生活呢虽然也有些人受不了这里的这个环境逃离的，但是感觉来鹤岗的人还是络绎不绝啊。我就最近仔细研究了一下鹤岗啊，就发现这鹤岗居然已经有上万套的房子卖给外地人了。这个数字是挺惊人的哈，今天我们就来看一期哈，让人非常感觉放松的4.2万在鹤岗买一套55平米的房子。值得一提的是，人家鹤岗还有半年的暖气啊，虽然冬天比较漫长，但外面虽然冷，但家里面却非常的惬意，可以穿短袖。而且这位博主啊，也不用担心房东在催收房租了，有自己的房子了。其实，在很多城市啊，你看这4.2万就是1年的房租而已啊，就能感觉出来，这个博主他整个人都放松下来。而且这2年啊，东北特别火，频频出圈嘛。继哈尔滨文旅之后，很多南方小土豆都跑到东北去旅游。我们接下来一起来看这个视频。出租屋，现在住自己4.2万买的小家，再也不用担心付不起房租没地方住了。这次来带大家看看我在鹤岗的情况吧，也给想来鹤岗的小伙伴一些参考。这里有高铁和火车，不过因为我来的时候带着小猫，所以是从哈尔滨坐大巴车到鹤岗了，第15个小时。房子有点旧，我来了之后酷酷打扫卫生。鹤岗快递买东西是包邮的，小区附近也有代收点，只是快递比其他地方可能慢1-2天。堂食的店菜价很便宜，看看这个烤串的价格。去逛了逛商场，这个80，这个50，这个厚外套139，这个卫衣也是50。我就在这随便看了看，款式感觉还是挺不错的，质量也是比较厚的那种。148块钱我买了2个厚外套加一套睡衣，长袖的。鹤岗的温度是6度，出门只用在秋衣外面加一个挡风一点的厚外套就行了，裤子就是秋裤，外面加一条夏天的长裤。我这个房子是55平，暖气费1年是1390，供暖6个月，全天24小时。出门要穿个厚点的外套，待在家里面穿短袖就可以了，穿个薄外套都显得有点热。棉拖鞋更是用不上，我现在全天都穿的夏天的塑料拖鞋，一点儿也不冷。这地方真是来对了，之前在湖北那温度，家里比外面都冷，屋子里面都结冰，手一伸出被窝就冻红了，玩手机都得2个手换着玩，手冷了就放被窝里，放屁股底下捂一捂，真的是全靠一身正气呀。这边天黑的也比较早，4点半左右天就已经全黑了。早上起来一下楼，底下就有大爷大妈在那晒太阳或者散散步啊什么的。住的地方旁边就有公交车站，然后去市中心只要20分钟。还没逛过早市，因为我没起那么早，这个下次再说吧。来讲一下我买鹤岗4.2万全款房子的过程。鹤岗几万块一套的房子基本都是回迁房，也就是拆迁补偿的房子，这种房子都是楼梯房，没有电梯。我是翻了几个月的二手房软件、抖音还有 Redbook 上面的中介，对这边的房价有个基础的了解。关键词就搜鹤岗房子、鹤岗买房、鹤岗卖房，按时间顺序排序，找那种做了好几年的老中介，多加几个他们的联系方式，在朋友圈里面看。以60平左右的房子为例，最便宜的是顶楼，1到2万就可以买一套，但是顶楼容易漏水，而且它的暖气没有其他楼层暖和，不建议买顶楼。次顶楼的价格是3到5万，1楼、2楼也是5万左右。一层楼里面最贵的是3楼和4楼，60平的话是6到8万左右。当然我说的是普通装修或者毛坯房的价格，如果装修很好，那肯定不止这个价。然后我会在导航软件上把定位改成鹤岗那个小区，就会看到小区周边的环境和设施，也可以直接在抖音搜小区的名字，鹤岗有些中介也会拍那些小区的环境。如果要看有什么娱乐，也可以在外卖软件上改地址嘛，改定位就可以看到了。供暖费用一般是20多块钱1平方，我55平的房子供暖费1年是1390，物业费是4毛钱1平方，1年物业费是200-300，产权70年，水电都是正常的民用电的价格。买房要用到的证件就是身份证，还有户口本的户主页和本人页的照片，没有户籍限制，外省的你只要有钱就可以买了，不用迁户口过来。鹤岗是个地级市，这边设施都挺完善的，什么3甲医院啊、公园啊、4A 景区啊都有，还有实弹射击场、滑雪场什么的。这个城市的缺点是没有多少工作，冬天也比较长，现在的话每天4点钟天就黑了。但如果你是跟我一样比较宅，做线上工作或者说是来躺平的就很合适。最后建议大家要么就买二手，要么就买毛坯，不要买精装的。
根据最新的数据就显示啊，鹤岗2024年的这个楼盘平均单价是3100每平方米啊，其实看起来也不便宜。那你看一套55平米的房子，新房的话总价要在17万左右。在拍视频的这位博主，他就买到了这套房子，为什么那么便宜？他也说了哈，是因为这是一个没有电梯的一个回迁房，质量和位置等等各方面肯定会稍微差一点，所以就这么便宜。但这便宜的价格，而且有半年的暖气，再结合现在你看中国逐年上涨的这个人工费用，其实这个建筑成本应该都不止4万2了，应该说这个性价比非常之高了，特别适合躺平，特别适合做自媒体的朋友，就是他也不用说在一个地方朝9晚5的上班嘛，因为在东北可能尤其是鹤岗，因为也不像是东北的省会哈尔滨，就是鹤岗地方肯定它的就业呀不如大城市那么多。但是呢，如果你不是说到那里去找工作，而只是说在那里做一些自媒体的话，还真是挺适合的。而且它吧还不像我们之前录了一期节目叫做甘肃玉门，那个地方的房价更便宜，低到令人发指的只要500人民币一套，但那里就太荒凉了，然后去周边啥都没有生活气息那个。对，但是鹤岗这里你就感觉这个城市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就什么电影院啊、超市啊也都有，然后快递啊也都能送到，就还是挺方便的，除了就业机会少一点。而且这个地方人少，它就没有那种喧嚣和那种压力感。你要去做自媒体，在这个地方能取到很多的素材，比如你去周边的这个农村去采访当地人，是吧？然后看看庄稼地，其实很多非常有意思的东西可以拍下来。很多人以为这个鹤岗是不是交通不便呢？这也是个误解。在2022年应该有高铁了吧？对，有高铁，它在2022年正式通了高铁哈。这个嘉鹤铁路的开通呢，就让鹤岗进入了动车时代，从此就融入了哈尔滨3小时生活圈。现在从鹤岗到佳木斯只需要40分钟，到哈尔滨最快是3小时33分钟。这意味着你在鹤岗能够享受低成本生活的同时，依然能够非常便捷地连接到东北的经济中心哈尔滨。对于自媒体创业者来说，这种交通便利性是非常重要的哈。那说到鹤岗最大的生活优势就是集中供暖了哈，这是南方朋友永远羡慕不来的福利啊！一套55平米的房子，一年的供暖费只要1300多，而且是24小时不间断供暖，只要1300多，而且是6个月，从10月中旬到次年的4月中旬，整整半年的时间，家里都是春天般的温暖。对比一下南方，你看冬天它没有暖气，只能靠空调取暖，那个电费高昂不说呀，体验也远不如集中供暖那么舒适啊。对，这我可太有话说了，因为我小时候就在南方嘛，冬天的话家里冷，但是家里起码还有的时候可以开一下空调，但是学校里是真的很冷，所以就得里3层外3层的穿衣服。然后上大学之后呢，在北京就觉得哇，冬天有暖气真是太爽了，就宿舍里就有的时候就可以穿短袖，或者说就穿一件单衣就可以了，真的是太舒服了。而且这个暖气跟空调那个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暖气是那种很舒适的那种自然的那种热，但是空调就会让你经常让你感觉很干燥，对吧？所以这个暖气啊，这个真是东北最大的优势之一。在鹤岗的冬天，你就在家里面，你看穿着短袖创作内容，这种舒适度那可是多少钱买不来的。你说到这，我想到一个歧视，不是说很多东北人跑到三亚去买房嘛，说养老往三亚跑。现在我想，没准啊，很多三亚人往东北跑，因为东北的房价太便宜了，就是北方人往南边，南方人往北边，对，都有可能哈，体验不同的生活方式。鹤岗呢，缺点呢当然也有哈，就是人少、冷、冬天长，但是这也可以称为是它的特色呀、优势啊。你看人少就意味着城市那种拥挤喧嚣，生活节奏缓慢，压力小。对于那种长期生活在高压环境中的都市人来说，这种环境简直就是治愈系的存在。如果说鹤岗再整治一下市容，再整洁一些，再发展一些美食，那不就是日本电影里的小樽吗？是吧？对，而且东北的物价，咱得说还真是挺便宜的。反正至少这2年爆出来的，像哈尔滨文旅啊，就是东北旅游啊，大家都觉得南方人一去东北都惊呆了，就是一个菜啊10几块钱，然后分量贼大，就是一家人都吃不完那种。而且东北的澡堂子也是物美价廉，就可能澡堂文化那就。对，就可能人均每天100人民币，就在里边待一天，舒舒服服的泡澡、按摩，然后各种还包1日3餐。就感觉东北这个澡堂那么多的要消耗那么多的能源，好像都是免费能源一样。你看东北它冬天长，气温低，这确实算是一个小小的挑战，但就催生了独特的冰雪文化呀。鹤岗如果再发展一下冰雪旅游、冰雪运动，还有独特的这种东北的美食文化加持一下，那你想象一下，在雪花纷飞的日子里，坐在温暖的家中，然后看着窗外的雪景，
这种体验那南方城市绝对无法给予，尤其是对于爱好滑雪的人来说，鹤岗也是一个超级性价比的地方。距离鹤岗14公里就有一个适合初学者的一个叫松鹤滑雪场哈，开车20分钟就能到。然后这个望云峰滑雪场距离大概45公里，开车1个小时也能到。这里有近3公里的雪道啊，适合中高级的这个滑雪者。而且这里冬季漫长，人又少，对那些压力比较大的人，真的是一个太好的释放压力的地方了。就我看到的鹤岗的每一个小视频，都能感觉鹤岗是给人真正的自由了。这种自由呢，你看体现在多个层面。首先就是财务压力的释放。你看，如果是你在别的城市，房价挺贵的，是吧？房贷压力大，租房压力它也大。但是你就会发现，哎，在鹤岗这个地方，一切这种压力全都消失了。这种压力消失之后，你会发现，那生活的可能性就变得无限大了。就可以追求自己真正喜欢的一些事儿，而不是为了还房贷被迫的每天就朝9晚5，非常疲惫哈，做自己还不喜欢的工作。所以我看到有一些年轻人哈，现在在网上晒视频，就是他也不是说从事自媒体行业，他就是说，哎，我就是想放松一下，因为前段时间呢，可能在北京、上海打拼了很多年，5、6、7、8甚至10年，压力太大了，精神都有点轻微的焦虑了。那有的人他可能单身未育，没有小孩嘛，这种其实客观来说还是适合没有孩子的，因为有孩子你毕竟还要考虑到孩子的教育问题。所以很多年轻人啊，在北京、上海打拼了个10年，然后的话就把他纯定期就跑到鹤岗去了。就美名其曰说我要开始躺平式人生，用这个定期存款或者说放在余额宝，每个月几千块钱的收益，在鹤岗也能过上一个比较轻松惬意又不错的一个生活。其次，你看就是鹤岗提供了一个时间自由。没有通勤压力，没有复杂的人际关系，哎，这个时间是真正属于自己的，你也可以减少那种无效社交了。而且最重要的，那就是你看这些自由带来的心理压力的减轻。在大城市总是得跟别人比较，比房子、比车子、比孩子，在鹤岗这种你比较压力会大大减少，可以专注于自己内心世界的重构。那对比鹤岗这种自由的生活我前2天还看了一期，就是一个人拍的视频，他在北京上班，但他住在河北怀来，每天通勤单程就要280多公里3个小时，一天6个小时都在路上。而且呢，尤其是在北京这个上下班的高峰期的城铁上的时候，根本就没有座位那个视频里的女主就说她每天最幸福的时光，就是从办公楼走到楼下，沐浴到阳光那一刻，然后整个人就要像小马达一样又开始奔波了所以很多人理解这个财务自由就是有很多钱。但其实真正的财务自由包含多个层面，第一个就是金钱自由，有足够的钱支撑自己想要的生活方式。第二呢，就是时间自由，可以自由支配自己的时间。第三就是心理自由，没有财务焦虑，可以做自己喜欢的事情。那在鹤岗，你可能无法实现第一种财务自由，但你绝对可以实现后2种。当你的生活成本降到最低，当你不用为房贷焦虑，当你可以专注于自己喜欢的事儿的时候，这不就是另一种形式的财务自由吗？对，也可以算是初步的财富自由吧，就是 FIRE， 现在网上也非常火的嘛 ，FIRE 一族，在鹤岗我觉得是完全可以实现了。当然了，鹤岗都很好的话，那它房价也不会这么便宜了。这个地方就像你刚才说的，只适合一定的特定人群。首先就第一点，如果你要想给你的孩子足够的支撑，细养孩子的话，这就不适合了。第一个问题就是教育资源不足师资力量有限，教育竞争又不激烈，对于希望孩子有更多选择的家长来说，就是个大问题。孩子长大以后是一定要走出这种鹤岗的小城市，去到大城市去拼搏的，这就又重新走了一遍你的老路。所以第二个问题呢，就是工作机会少刚才也说过了，这个鹤岗的就业机会确实有限，主要适合已经有稳定收入来源的人群，比如自媒体人远程工作者退休人员等等如果你需要在当地找工作选择的话，那机会会太少了。第三个问题就是缺乏生机和发展空间。虽然它悠闲，但对于有事业心的年轻人来说，就可能觉得缺乏挑战的这个机会长期居住就可能让人感觉缺乏目标和动力。所以总结下来，最适合鹤岗生活的人群就是这个中老年群体，已经完成了人生的主要奋斗阶段的希望能够享受安静舒适的退休生活，然后或者那种丁克家庭就没有子女教育的后顾之忧的，可以专注于自己的生活品质的。还有就是自媒体人和远程工作者工作又不受地域限制，追求低成本高品质的生活环境，或者是那些想短期修身养性一下，然后他们平时呢在大城市奋斗，然后你能不能搞一个短期的 gap 到这里来放松个2、3个月甚至半年，就想放慢一下生活节奏。
还有呢，有人把这个鹤岗啊，就作为冬季的度假需求的人，哎，他也可以在这里买个小度假屋，是吧？冬天来滑滑雪，来临时体验一下东北的这个冰雪文化。对，总之啊，我觉得它就是给人生一个更多的可能吧。就让尤其不仅仅我觉得是老年人退休了来哈，或者说从事自媒体的人，就是说像中年人，哪怕他觉得压力非常的大，我真的是精神压力很大了，工作很繁忙很累，然后我说就是想给自己放松一下，或者说我就是想暂停，我就是想开启一个类似于像躺平一样的人生，我觉得鹤岗都是一个比较不错的选择，因为它可能虽然有的人旅居会去什么云南丽江啊，或者说大理啊这种更知名一点的地方，但是那里一个是人来人往的游客也比较多，第二个是生活成本肯定还是要比鹤岗高嘛。那鹤岗的这边像你说的又有长达半年的这个温暖的这个供暖时期，这也挺重要的。其次呢，它的你看4万块钱买一套房子太便宜了，然后同时你看它又有什么快递啊，各种外卖都是对，你都动手指头马上就送到你家，也不是说什么人迹罕至的地方，而且又有高铁站。其实在中国大陆，你有高铁站去哪都已经非常方便了。而且值得一提的是，鹤岗绝对不是一座完全没有希望的城市啊。最近鹤岗在石墨产业方面取得了重大突破呀，它能开发出纯度高达99.9995%以上的这个高纯度石墨纯石墨产品，它已经达到了国际领先这个水平啊。随着这个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石墨作为动力电池的必要的一个负极的材料，这有可能给鹤岗将来带一些新的发展机遇。此外呢，鹤岗它作为网红城市的知名度现在不断在提升啊。鹤岗都已经成为网红了。对，这5年来，我刚才讲了，已经向外地人抛售了上万的套的房产，这就足够说明它确实有一定的吸引力了。总之啊，鹤岗4万块钱买一套55平米的房子，躺平生活，类似于这样的生活方式啊，真的就是一些人的真实选择。真的要非常感谢互联网，让鹤岗这样一个边远的小城市，其实住在这里仍旧可以让自己的边界变得很大。现在很多人的生活压力又这么大，鹤岗提供的就是另一种可能性，另一种对美好生活的定义。在鹤岗就可以实现极低的成本，拥有一套自己的房子，搭建自己的避风港，就那种踏实感是别的城市给不了的。我前几天看一个纪录片哈，就著名影星伊万和他的朋友查理拍的一部纪录片，叫《长路归家》。这部纪录片已经拍了好多季啊，就是他们两个骑着摩托啊，到全世界各地瞎转悠，可以当做一部很好的这个公路片、风光片和风土人情片去看。在最新的一季里面，他们两个在爱沙尼亚的一个岛上遇到了一个守灯塔的加拿大女性，你能想到吗？这位女性就是追随爱情来到这个岛，虽然呢她已经现在分手了哈，但是她仍旧乐此不疲的生活在这里，然后跟当地人打成了一片，还找到了一个守灯塔的工作。这就是探索人生的各种可能性啊，非常大胆勇敢。我觉得这个女性，所以人生啊，并不像我们小时候说的那些教育和影响，其实可以有非常多的这种体验，可以增加厚度。短期在鹤岗去疗愈一下和释放压力，就不失为一种选择呀。对生活感到疲惫的朋友们，你们可以考虑一下。本期就讲完了，下期再见。下期再见。